大家好，我是小丽森。最近有一句话传到我的耳边：如果你没有投元宇宙概念的股票，你的股票投资肯定是亏钱的。这句话虽然逻辑上有很多 bug， 我们也就笑一笑，但这句话确实牵扯到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啊，连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的可怕。就是现在所有我们能看得见、摸得着赚钱的行业，都会因为元宇宙的出现而被干掉吗？大家千万别带着你的立场去看这部影片，我也不是什么危言耸听，我只是一个生意人、商人、投资者，我每天研究的是如何把赚钱这件事做到极致。那么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对未来的预测以及布局。大家思考一下，我们现在在干嘛？你我之间萍水相逢，互不认识，你看不见我，我看不见你，但是你听到我的声音，然后你的意识、你的思想却跟着我的声音去走。那么你是否承认我们彼此之间在做一个意识上的，也就是我们哲学上最高层次的交流呢？大家试过入道状态吗？我小时候打游戏就试过，当时放暑假的前一天，放学的时候呢，我们都是跑回家的，应该说是冲回家吧。你知道这种心急的感觉吗？然后回到家里面，我刚坐下，我妈就拍了一拍我的肩膀说，告诉我明天就要上学了。就是你懂我的意思吗？我打游戏已经入道了，我感觉这几个月只是一瞬间的事情，这暑假已经结束了。到后来我了解了佛学，我才发现当初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打坐了749天，然后他也是感觉一瞬间的事情。也就是说，我的意识因为进入了这个虚拟的世界，而超越了肉体对时间的理解。那么我想问大家，电脑推出之前，是不是没有人相信比尔盖茨？是不是没有人相信互联网？更不用说我们可以在家里面通过游戏去打架、结婚和聊天了。那么你去看我父亲的那个年代，以前做生意都是东奔西跑的，我那个年代也要到批发市场去看货的样本。那么现在什么淘宝啊、虾皮啊、亚马逊一出现，每个人都在手机里面做生意。那么我想问各位，这是不是一瞬间的事情？科技的革命是不是一瞬间的事情？当中国内地所有做实体生意的人都在骂马云的淘宝，把他们淘汰的时候呢，有多少人通过电商赚到他们的保时捷、法拉利？当你现在还想着开一家实体店卖衣服的时候呢，那太棒了，所有的人都到你的店里面去试衣服，然后就是不给钱，因为他们要回家在网上购买。为什么？因为网店不需要交租金啊，成本便宜啊，所有一模一样的衣服卖给你也便宜啊。然后现在发展到你在网上就可以模拟穿上那个衣服的感觉。那么有了这个互联网的基础，我们早就可以用意识去交流了，只不过现在大部分只限制于 2D 的视觉效果。那么元宇宙是什么？我觉得就很简单，几句话就能够解释了，就是把 2D 通过 VR 变成 3D，然后把我们生活中的所有体验，包括上班啊、开会啊、结婚啊等等，全部放上去一个游戏里面，然后对外把这个大型的游戏包装成更牛一点，说成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但这个虚拟的世界非常的可怕，因为资本市场可能会因此而崩溃。所以我们要思考的是，我会想作为一个商人的，在元宇宙来临之前呢，应该怎么去布局。就是 Facebook 那个朱克伯格都已经告诉你了，会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虚拟的世界出来，你还不去想一下怎么顺着这个趋势去创业，赚到第一桶金，或者怎么才能够守住自己的财富，混得好一点呢？这些天机我可能只说一次啊，所以我建议大家点赞，因为有机会的话还能在播放列表里面找回这部影片。而我还是强调一下，这个频道是专门培养老板、企业家、有钱人的。如果你不想错过以上的资讯，你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首先大家要清楚一件事啊，其实第三个世界已经出现了。我们原来在农业和农村时代的世界，紧接着我们在一个城市工业化时代的城市世界，然后现在出现了一个跟现实世界完全不一样的虚拟世界。这个虚拟世界呢，是由互联网来完成的。这个虚拟世界有多虚拟，我不知道它将来能够达成什么样的虚拟状况。我们唯一能够知道的就是，如果我们现在戴上一个 VR 虚拟现实的一个眼镜，在互联网上跟人家打枪击的游戏，大家有体验过吗？以前很流行 CS 吧，现在流行吃鸡。那么如果我们吃鸡的时候呢，戴上 VR，
胸口带个感应的衣服，然后你就会发现什么震动啊、中枪啊、打枪啊，全有感觉啊。这东西我体验过，我是研究赚钱的，不是研究技术的。所以你知道这个东西对我的震惊有多大吗？那个时候我就说过一句话，我说除了吃饭，我们以后就可以活在这世界了。因为除了吃饭是有必要以外，就是你只需要活着，然后做什么东西都可以在这虚拟的世界完成，而且你会感觉非常的自由，因为你想要干什么就干什么，所有的人都可以财富自由了啊。你只需要在这个虚拟的世界设计出一个房子 Minecraft， 大家有玩过吧？这虚拟的世界就是属于你的啊。你们知道现在特别流行的一个虚拟 SaaS 吗？ VR SaaS。你知道国际上有多少的大公司在开发相关的软件吗？就是以后你连男人和女人都不需要了，未来的世界里面，一个人戴着一个 VR 的眼镜，可能他一生就活在一个他以为真实而虚拟的世界里面。你只需要给他一点吃的就行了。现实的生活中有多残酷啊！我一切都有，我想住多好的房子就可以住多好的房子，我想做什么东西就有什么东西，对吧？然后我们以前看的所有科幻的电影都可以在这虚拟的世界实现。现实跟虚拟的世界，以后你们真的会感觉到模糊啊，都不知道活在哪儿，太可怕了。我去跟一些老板圈子的人聊天呢，现在每个人都在思考怎么才能在科技革命生存下来，就是怎么去变。你想，基于这个互联网的技术，你说非要搞个虚拟的世界，应该也不难吧？我甚至觉得这技术早就有了，因为连我小时候不知道看了什么卡通片，都幻想过能不能造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我可以学习降龙十八掌，然后养一只超梦，对不对？而且元宇宙这个想法早就在1992年的一本科幻小说《雪崩》里面就提过了，快30年了，没人干吗？可能只是没有对外发布而已啊。为什么？因为的确存在一些政治的问题，还没有想到怎么解决。你比如说，这世界谁说了算啊？用什么货币交易啊？在里面违法了怎么办呢？等等。我就想问，在这虚拟的世界是不是一个平等的世界啊？你想不通未来，你就观察现在嘛。现在也有网络的虚拟世界啊，在这虚拟世界也有君王啊，叫网红嘛。会不会有人维系他的君王啊？会吧。我们可能比不过马斯克，但如果有一天我们的粉丝比马斯克还要多，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在这个虚拟世界活得比马斯克还要爽啊？几年前吧，我就亲身看见过一个打游戏的主播，这个主播在网上跟人家玩电子游戏的时候呢，他被这 server 上最牛的一个战队把他的家给摧毁了，是一个生存的游戏。这个主播自己说太狠了，黑了他。他就一句话，这是我亲眼所见，黑了他，谁有本事就黑了他，你得罪人了，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亲眼所见，1分钟都没有，这 server 就被黑了，这服务器变成什么景象？所有这些强大的 boss 都被钉在天上，然后只有一队人可以动，就是那主播他们那堆人可以动啊，见谁就打谁，见谁就杀谁，谁黑了粉丝黑的，这世界就是这么可怕。连那个主播他可能也不知道自己的粉丝是些什么人，是谁黑的都不知道。所以在这个平等的世界里面呢，每一个人都靠自己的能力去创立自己的事业。这游戏的主播呢，跟很多兄弟姐妹们一样，都是很普通家庭里面的一个很普通的孩子，就喜欢打游戏。但是呢，在网上有3万多个人呢，超级疯狂的喜欢他。3万多的人啊，就像个皇帝君王一样。在一个影片里面，他们家族聚会，有人给他拿凳子，有人给他干这干那的，就像一个君王一样。他本来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年轻人，他在现实生活中呢，虽然一无所有，但是他在虚拟世界里面就是王啊，就是老大。你听懂了吗？这个就是趋势，这个就是一个让一无所有的人也能跻身收入最高那帮人的创业机会。但这很难吗？我问你，开车难吗？我真的见过有一些人呢，永远都学不会开车啊。当我们走在街上，满满都是车，然后你问那些司机开车难吗？他们说闭着眼都能开，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人与人之间差距这么大？是天赋吗？不是系统。那些懂得开车的司机，他们内心里面早就已经有一套开车的系统了，然后他们透过大量的练习这个系统，让他们的肌肉获得了记忆，所以他们开车的时候呢，都是自然的反应。简单一点，你没学过，你连走路都会觉得难了，一切都是熟能生巧罢了。
那么在互联网创业有套路和系统可以让大家去练吗？有什么渠道可以去学习吗？我准备了一个完全是免费的培训，在影片描述栏上可以报名，这里就不多说了。那么如果你想要尽快的转型，尽快的提升收入，尽快的跟随互联网的趋势走进元宇宙的世界，你一定要去听这个培训，我花了很多的心血去制作，好不好？那么我想问大家，你们穷没饭吃吗？很多人都说自己穷，但是你们能看到我的影片，最起码能证明你能上网，对吗？也就是说，我们大部分的人类已经进化到不需要愁吃愁喝的境界了。那很牛的需求金字塔告诉我们，人类在基础温饱满足之后呢，就会对精神需求有强大的追求。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需求全是精神。现在这个世界上，真正让我们好的买卖都是精神的需求。宗教是精神的需求，对吧？赌博是精神需求，对吧？你要是一个老赌徒了，你发现你根本不在乎输赢，你在乎那种赌的感觉，就跟毒品是一样的，是会让你上瘾的。世界上最厉害的是对精神的需求。以前我们搞电商的，用 Facebook 这个平台打广告，非常的轻松简单，带来的顾客也很多。以前这个 Facebook 啊，他们最大的收入就是广告了。但你们现在去看一下这家公司的财报，你会发现他们在广告方面的收入大幅的减少了，这是为什么啊？如果你是一个做网络生意的商人，你会发现他们的广告系统已经很落后了，很少有更新，而且很不 user friendly。很多人都在抱怨啊，这么大的公司连这点系统都做不好吗？不知道的人呢，都怕这家公司要倒闭了，但我觉得不可能。我思考的是，难道他们已经把精力投放到别的业务上了吗？在前段时间呢，那老朱啊，就是朱克伯格啊，就出来解惑了。他们原来真的要转型了，要破釜沉舟了。他们要把公司转型定位成元宇宙的公司，连名字都改成了 Meta 了。我不知道大家看完这段新闻以后有什么感想。我不管这个名字好不好听啊，我就想他们可能早就已经开始干了，现在能对外公布的，那肯定是非常有把握啊。我就想问你，当你的公司做到世界第一的水平，你已经赚了很多钱了，你敢不敢放弃原有赚钱的业务，把这公司从头再来，彻底的转型？就是本来你的公司每个月为你赚几个亿美金，那么现在你一句话说不干了，我们去搞一个虚拟的世界，你敢吗？这资本家老朱啊就豁出去了。这代表了什么？这代表了老朱十分的看好这更能够满足精神需求的虚拟世界，对人类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了。真的是这样的。你看现在整个人类群体都喜欢在互联网里面生活了，现实生活中赚钱了，在互联网上消费跟投资。过去我们消费跟投资还是有差异的，消费为了快乐和幸福，投资是为了回报，现在都混为一谈了，不重要了。而支持互联网的有这么多的东西，比如说你们现在每个人的手机都能够移动着上网，对不对？未来呢， VR 虚拟现实还有云、大数据等等，所有的东西都连在一起，这些东西辅助互联网这个虚拟的世界，正在帮助互联网越来越快的超越现实的世界。而互联网超越现实世界的条件其实越来越多，这就是为什么我上一段影片说不排除将来你们每个公司都可以制作自己货币的原因。你看比特币，对不对？将来老做那个虚拟的世界要不要货币做交易啊？虚拟的世界没有钞票吗？你打个游戏也要游戏金币啊，那老朱也有可能搞个 Meta 币，对不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前段时间虚拟货币升值这么多的原因啊。你觉得是散户把比特币的价格推上去吗？他们有这个能力推到几万块美金吗？那肯定是那些大户推的嘛，就是那些机构的投资者嘛，因为这些人有内幕消息啊。你说他们要不知道将来搞个虚拟世界，就算美金一直在贬值，他们敢投一堆代码吗？什么 NTF， 对不对？那么现在你会发现，这虚拟货币已经在互联网上非常的流行了，有可能在某个区域里面呢，它的购买力比美金还要强。没有办法，这个就是科技的革命。所以我自己是一个趋势的投机者，我自己投资呢很简单，我会寻找大户买货的踪迹，然后跟着买，大道至简。我不会评估一件东西有没有价值，这不是我做的，是那些大户做的，我只需要跟着他们就可以了。因为我自己评估的和他们评估的如果不一样，我买了他们没买，那也涨不起来啊，这风险就很大了。你比如说虚拟货币，
你怎么评估它的价值啊？你说 NFT 那几个图啊，我又不是搞艺术的，我怎么评估它们的价值呢？那难道我不能评估，我就不能参与这笔投资了吗？不对啊，所以学会看图的能力特别的重要，大道至简。无论什么外汇啊、黄金啊、股票啊、指数啊什么的，我都只看图表，因为图表是最诚实的，跑的是最快的。那这些不是今天的主题，你们自己到我的频道其他影片去参考一下。我想要说的是，这元宇宙是建立在互联网的基础上，没有互联网，你有 VR， 你也是单机的游戏。所以我们得出一点，所有互联网行业在未来的日子将会是最赚钱的行业，在跟未来的日子将会是主流的行业。你看老朱这些现代的企业家，他们之所以赚到钱，在于他们这个人多于他们的企业。什么意思呢？这个很重要啊，将来赚钱核心中的核心。大家知道，如果没有老朱 ，Meta 的业务会不会少很多啊？很多人都是老朱的粉丝嘛。那 Google 和 YouTube 这些平台之所以能够赚这么多钱，为什么？因为 YouTube 有10个亿的用户啊，而 Google 全世界1/5的人呢都是它的用户。这些用户是什么？粉丝啊！这时代有无数的传统企业家，得罪也要说了，4个字来形容：不思进取。他们依旧活在互联网之前的时代。依然自恋自己曾经很牛，依然陶醉在互联网之前的成就感里面，这是很危险的。我希望他们尽快的进入这个互联网的时代，进入到数字的时代、智能的时代。但这群老的企业家呢，很难从以前熟悉的世界进入到新的时代。老的企业家们不管 MP3 是怎么死的，也不管传统的报纸是怎么死的，更不管诺基亚是怎么死的。谈到移动互联网、互联网金融、社群营销，甚至之后的元宇宙，他们还完全处在排期中。这是最可怕的，是抗拒时代的发展，是逆潮流的，硬生生的把自己定格在落伍者的行列里面去。这些人为什么这么保守呢？我的理解就是他们缺少激情。其实我这个人为什么会走上创业之路呢？就是要睁眼去看这个世界，想要去扩大自己的见识面。一个人有激情，才愿意跟着时代去跑。3D 的打印机来了，就去了解 3D 的打印机；机器人来了，就玩机器人；电商来了，就玩电商；自媒体来了，就玩自媒体。凡是跟着时代的潮流能赚到钱的，都是非常积极的人。在大家还没有感觉的时候，就投入时间精力去研究，等到大家有感觉了，醒来的时候呢，就是抢占了先机，就有钱赚了。实际上呢，这个社会每3年到5年都有一个大机会可以让人发财，但是很少的人可以拥有激情，不断的去探索。所以创业者最重要的就是跟上时代，保持激情。我想那些老的企业家年轻的时候呢，肯定也是很有激情的年轻人才会去创业的，结果老了把激情给弄丢了。一个人要想要持续的成功，就要保持激情，就必须要跟上时代发展，否则就会成为诺基亚的下场。如果你还在上班打工，恐怕还没有嗅到这危机的味道，但我深信大量的实体生意的老板肯定非常的有共鸣，因为这个时代你还要做实体生意的话是很难做上去的。有大量的人呢因为疫情而失业，大量的企业倒闭，归根结底我觉得不能怪这个疫情，而是你不懂做生意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变。所有的问题都是你自己的问题啊。有的人熬过了这个疫情，以为没事了，又继续回去做他们的实体买卖。谁不知道上天已经给过你一次机会了，给了你一次过渡，让你提早学会转型，但你却走回原路。那么我还不说将来人工智能会淘汰多少人，我是老板，你一个月几千万美金的薪资，我去买一个机器人才几百块美金，永久的使用，有时候拿出来保养一下。那么你想过你将来还有什么价值吗？或许你觉得这些离你很远，那么你去问问你的父母，以前有没有试过写信交朋友，现在有没有试过用 Facebook 去交朋友？我爸妈都试过，他们那个时代流行到厂子干活，后来流行当公务员，那现在呢？将来呢？我也不是想要吓你，我只相信历史。事实上，不要说科技的革命了，连战争也只是停止了100-200年。而历史告诉我们，人类的进步有一些事情是会不断的重复发生的。那接下来就是含金量最高的地方了。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将来的趋势，记着，只会越来越多的人呢选择在互联网下生存，在互联网上生活。你们现在是不是网络交友、
网络买东西、网络订餐、网络玩游戏、网络看电影，对吧？你们是不是跟男朋友、女朋友躺在床上，然后都是一人一个手机在那聊天、上网或者看 Netflix 啊？对啊，你们现在可能已经忘了，除了你们还在底下活着以外，剩下你们所有的东西都在互联网上达成。虚拟的世界真的出现了，真实人类的虚拟世界。这元宇宙啊，将会打通整个地球，我们可能不会再有什么种族和语言之分了，因为这个虚拟世界，每个人的样子都可以是虚拟的，都可以自己去设计自己的发型啊、肤色啊，就跟游戏一样。然后语言，你不懂英文，他不懂泰文也没有关系了，在这个虚拟世界可以自动翻译了。现在能不能做到？已经做到了。所以你将来最好的朋友可能是一个老外，这就代表了我们的经济将会非常的开放，以及效率会变得非常的高，所以将来创业将会非常的容易，也可以说非常的难。很多物质上的服务和需求你可能都不需要了，你比如说制造一件衣服，制造一个珠宝，这些手工艺全都可能失传，所以那些懂得设计的人呢，越来越珍贵，但也更容易饱满。我们因此可以得知一件事，大量的人会失业，而这些只懂得特别才艺的人呢，能做什么？刚才也说了，将来会是什么时代？粉丝经济的时代啊！我也多次说过，自媒体将会是这个世界的趋势。你们现在每个人都玩社交媒体，对吧？ IG 啊 Facebook 这些，然后为什么有些人就在这里面赚了很多钱呢？我想带出的一点就是，赚钱的机会永远都是来自于兴趣，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围绕着兴趣去接触相关的人和事，然后通过互联网的模式搞一个大大的圈子，这里面就有很多商业的机会。不要老想着赚钱，而是要专注于一个兴趣点，把这个兴趣点呢扩散到整个互联网，圈到一大片的粉丝，然后你的商业模式自然就会出现了。你的一切只按着自己的兴趣办事，一切只为自己的爱好。你比如说，我喜欢研究创业、赚钱、投资、管理、心理学、历史、哲学等等，那么我就在 YouTube 分享这些知识，然后有20多万的人喜欢我，因为我研究的和我分享的都是我自己的兴趣啊，所以我的话里面才能够散发出这种浩然的正气，这些全凭我自己的感觉。但如果你委屈自己去做一些不喜欢的工作，这毫无意义，你的生命也会因此变得没有意义。即便是为了财富、权利，都是没有意义的事情。要自己觉得爽才有意义，只为兴趣、爱好而生，一切凭着浩然正气去做事。你干什么快乐就干什么，不快乐的事情就不要干。让你不快乐的人呢，也不要去聊，不要去浪费时间，然后把自己的快乐连接在商业上。工作的时候就是你娱乐的时候，这就是完美的人生。人只有干自己喜欢的事情，才能从一而终，热火朝天，否则做人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你会断断续续的、朝三暮四的、见异思迁的，而最重要的是你的工作不能形成复利的效应。人必须干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把这件事情用商业经营的手法连接，建立一个商业正向循环，这样就能够做得大、做得好、做得强，然后做一辈子。社交媒体的时代、短视频的时代，企业越做越小。你去看看中国内地那些搞直播带货的那些网红，一个人的销售力比一间公司甚至一间上市公司都还要强大。我很肯定的是，个人品牌的时代不但会到来，而且会普及，甚至变成潮流。而如果你想要抢先别人一步，想要当第一批挖金的人呢，你一定要走进我们创业商学院，因为我们的存在就需要研究这些的。这是一所学院，而不是一个课程，也就是说，我们会永久更新一些我们实践过、操作过，然后总结出来的创业系统和赚钱的套路。我本人会手把手的，当然你去跟着趋势创业，直接告诉你怎么做，做什么，一无所有做什么，实体生意的老板转型做什么。我会把我活这么大所研究的商业模式和做生意的心得，用最简单的语言告诉大家。而如果你现在在影片下面的描述栏加入，你不但可以获得前期加入的优惠，我们还会送出财富自由品书会的会籍。我们团队每周2天15分钟时间，以音频为大家解读共100本帮助你达到财富自由的好书，就是你在上班啊、运动啊、等人的时候呢，不要听音乐，回来品书会听书就对了。然后我还会在里面演讲一些对大家财富自由有帮助的不定期课程，
而含金量最高的是我们有一个几千人的 Facebook 富人精英群组，是一个商圈的概念。我们抱团成为一个精英的圈子，然后大家可以在里面介绍自己的公司、创业的想法、投资的想法，互相的交流最前线的资讯以及资源。那我们也会随着更新不断取消优惠，也会不断的涨价。那如果你们现在加入了，你就不需要补这些差价了。我想说的是，前面这些年都是一些聪明的人呢，自己悟出来要搞这个个人的品牌，靠着个人的品牌赚到了很多钱。接下来的直播时代、短视频的时代、社交媒体的时代，我们将会进入一个人人都是个人品牌的时代。某几个网红已经证明了这件事。这个模式不但成本低，而且利润还高。以后还会有更多的企业家、创业家采用这种低成本运营的销售模式。但你不要觉得自己的条件很差，其实任何的人呢，条件都不差的。无论你是生活在偏僻的地区，还是富贵的城市，只要你利用你周围的一切，认认真真的去对待，你都会获得不错的回馈。某个心理的网红在大山里面照样赚到很多钱，这就是不怨天。因为任何一件小事做好了，都能够彻底的改变你的命运。别老是说自己的机会很少，在如今的年代呢，这样的世界机会其实只会越来越多，同时竞争也会越来越多。你不去尝试，你马上就被淘汰了。那比如说现在你玩好了你的手机，或者玩好了影片、直播，甚至文字，你都不怕将来赚不到钱。别说没机会，每个人都拥有太多的机会了，只是你并没有沉下心来做到你力所能及的这些小事。任何的人呢，都有机会变成很厉害的人物。厨师可以，摄像师可以，连一个种地的也可以，写文章、做直播的也可以，下学而上达。你只有做好你手上的事情呢，上天才会给你更多的机会。你不愿意做好你手上的事情，你就想着走向人生的巅峰，迎娶白富美了，别痴心妄想了。不想做好现在手上的小事，你这一辈子将不会有其他的机会。而如果你努力提升你自己的能力，钱就会越来越多。不要担心自己穷，天生有钱的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草根出身、白手起家的企业家才值得敬佩。我们老板圈里面最敬佩的就是李嘉诚，在古代就是刘邦、朱元璋。所以你要想尽一切办法去提升自己打造团队的能力、营销的能力、变现的能力。能力提升了，财富自然来了。我的建议是从现在开始，当你这个人没事干了，闲着的时候呢，就要苦练自己的能力，演讲的能力、写作的能力、做影片的能力、哲学思辨的能力，当然还有道德文章的能力、尊师重道的能力、善良的能力。能力每涨1分呢，明星就会涨10分。这世界上呢，没有多少真正下苦功夫提升自己能力的人，大多数的人都在求虚名。所以你要有务实去提升你自己的思想，你就会超过大多数的人。能力比吹牛更加重要，虚名不能让人成长。真正去修炼自己的能力，你才会成长。高手是什么人？我们都是透过不断的修炼自己的能力，日日精进，所以才实至名归的。但也不是说不搞营销、不做流量，我们要并驾齐驱。也就是说，我们既修炼自己的能力，也要去跟着这个趋势去疯狂的搞流量。流量对应虚名，而能力对应变现，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而功夫都在平时下了苦功夫，有了真本事以后呢，当你遇到任何的事情，你都不需要再慌张了。比如什么经济危机啊，什么市场下跌啊，都是无所谓的。平常下做苦功夫，我们的余粮多着呢，几年不赚钱都无所谓，对不对？平常没有违法犯罪，也没有人能够找到你的漏洞，这就是我们企业家毕生要去修炼的。人这一生啊，确实选择大于努力。你的赛道不对，你再努力也就这样了。好就好在互联网的时代、元宇宙的时代，你可以大面积的去宣传。也许一个很小很小的点，全部的人呢都看不起的赛道，你去跑了，你去干了，然后持续的做下去，就有很大可能有意想不到收获。你去品一下我这句话，在互联网基础上发展的时代，这句话足以让你衣食无忧了。人并非有才华、有能力才能成功的，我们还必须要有规划、有节奏，按规掂量自己能吃多大的饼，然后跟着趋势去走。你若不懂这些道理，即便你有很大的才华，也有很大的可能会翻船。
然后你也只能责怪什么怀才不遇啊。其实这些都是你自己的问题，你不知道你缺什么，不知道游戏的规则怎么玩。何谓千里马？能日日夜夜的不断去干，按部就班的去干，按自己的节奏能力去干，锁定目标，不去放松的去干。这种人即便没有什么才华，也能够走得非常的远。我们都会称这些人叫做千里马。人生是一个马拉松，你必须要从一开始就明白，不到最后那一刻就不能盖棺定论。猛一时不算猛，乱猛不算猛。一辈子拉长来看呢，你的成绩在哪里？这个才是你要关注的。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好了，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一两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那么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呢，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